身上的故事。首先，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：提到面包，你有什么感受？也许面包早就走进千家万户，是我们日常的一个普通不过的食物。那我们再看看切片面包呢？也许对你来说，切片面包非常的普通。我觉得面包也许就应该是切片的。可是，在1928年的7月，当世界上第一条切片面包诞生的时候，人们对它冷嘲热讽，嗤之以鼻，甚至在很长一段的时间内，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失败的创新。结果谁知道，在短短的2年时间，切片面包风靡全世界，甚至有人把它定义为改变世界的美好的东西。那么在座的各位，我们有没有想过，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发现一个属于自己的改变世界又美好的东西呢？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天马行空的人，有的时候我经常会有很多稀奇古怪的点子。好在筑桥的土壤中是允许和鼓励的，所以在2年前的一次社团课中，我跟学校提出我想开一个异想天开的社团，学校欣然同意，回答我一句：“你放手去做吧。”于是我就招募了一些小伙伴。第1期我们有13位小朋友加入了这个异想天开、从没有人开过的社团。那这个社团是干什么呢？是刷卷子，还是做实验，还是去写生？都不是。我们的孩子坐在一块儿，花了整整2周的时间，梳理出生活中的19个痛点。好，我们可以来看一看他们都发现了什么。第一，有的孩子说，我上课喜欢翘椅子，翘着翘着我就摔倒了，这是我的痛点。没错。有的孩子说，我们学校有游泳池，这个很棒，但是游泳完了以后，总有人不见东西，这是我们班级的痛点。有的小朋友说，现在还好，天气冷了以后我半夜上厕所我就不想起来，这是他冬天的痛点。还有住的浦西的小朋友，他说，我每次早高峰晚高峰我都很堵车，这个太痛苦了，这是属于上海人民的痛点。这个更厉害，房价太高，很多人买不起房，这个可能属于全国人民的痛点。好，我听到了很有意思还有其他的我就不一一罗列了。我听到了以后心中非常的惊喜，原来在筑桥小朋友的心中，他们不仅仅关心自己，他们还关心到这个社会，关系到民生，关系到整个的中华民族，就像房价。于是我跟他们好好的梳理了一下，我说这么多的痛点，我们哪些能解决，哪些暂时不行，哪些是急需的，哪些是最多人遇到的。于是我们讨论出来是这一个。很简单，在我们开会、培训甚至运动场上，经常会有一大堆的同样品牌、同样包装的饮用水，我们打开喝了一口，随手一放，当你再次想拿起喝的时候，你心里咯噔一下，哪瓶是我的？看看这瓶似曾相识，看看那瓶好像也像我的。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很多人碍于卫生，就想想算了吧，我这瓶就不喝了。那这瓶水是不是就白白浪费了？这个是我们找到的一个痛点，所有小朋友一致同意，因为他们身中也有这个。然后我们就着手去解决它。解决的时候，孩子们很兴奋，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东西人人都遇到，但是从来没有人去想过。那我们去想了，是不是我们就解决了一个大难题？于是我们遵循了一些逻辑和规则。首先，我们的孩子们他们分成了非常多的问题解决小组，他们有组长，他们有记录员，他们有其他的职务。然后呢，他们去查阅资料，他们去绘制自己的这个图纸，然后还有很多的同学头脑风暴，想各种各样的办法。在汇报的那一天，我印象很深，小朋友们站上去就像自己是乔布斯一样侃侃而谈，把自己的方案说得
非常非常的好。那其他人呢，我们坐在下面就是他的观众，我们对他给到的这些方案提出帮助性反馈。比如有的小组说，我们的解决方案很简单，把瓶子的容量缩小，变成迷你瓶，那这样一口喝完绝不浪费。又有人说，随手带支马克笔，上面写个李，那个写个王，那个写个周，百家姓都上去了。还有的同学说，我呀去建议那个厂商在上面印上不同的图案，印个小鸟，印只老虎，写个一，写个 W， 我们拿到不一样的不就好了吗？于是在下面的小朋友却告诉他，首先你想用马克笔，你会随手随身都带着吗？不现实。你让生产厂商去印上不同的图案，那有没有考虑过人家的生产成本呢？他们愿不愿意呢？可能又有点困难。所以啊，我们想了很多很多的办法，有些进行修改，有些进行了升级，最终我们想到了一个办法，而且啊还进行了可行性评估。好，我们可以看一看，其实这个办法呢一点儿也不新鲜。我们最终的思路是在瓶子的标签找其中的一小段，在这一小段上做一个什么呢？做一个刮的涂层。我们只要拿到水以后，用自己的指甲盖在涂层上刮一个属于自己的印记，这个问题自然解决，不用给生产厂商增加很大的成本，也不用额外的做一些什么。最后我们一致认为这个是 OK 的。我们甚至还想到了找一个设计公司帮我们包装一下，再联系一个生产厂商，比如中国很大的那几个饮用水巨头，我们去尝试跟他联系一下。我们怀着雄心壮志，正准备做这个事儿，结果呢，遇到了2000年的疫情，这个事就泡汤了。好，但是啊，这个事情激励了我，在我们最后的这个结业式的时候，我让每个小朋友说一说他们的感受。有一个孩子，他说了这样一句话，他说，虽然我还是个小学生，但是我坚信我们是可以改变世界的。这句话当时给我了很大的震撼，因为它唤醒了我童年在心中改变世界的这个梦。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家长、各位成人，我们多多少少都有这个梦。可是这个梦现在还在吗？也许被繁忙的工作、被家庭的琐事已经冲淡了。所以我希望今天的这个演讲能唤醒你心中的这个梦。那有了梦想，我们可以怎么做呢？又是可以这么做。我们可以试着把生活中做个有心人，把所有的痛点都记录下来，然后约上3、5好友，约上跟你志同道合的，都是怀揣理想的人，我们去讨论一下可以怎么做。我们相互的交流，把其中可以的保留，不可以的改进，最后是不是就形成了一个可行性、可操作的办法？也许这个办法并不是最好的，也许这个办法不是最高级的，但是我相信你已经迈出了一步。结合着刚才的这个异想天开社团，我有3点想跟在座的分享。第一，坚持并持续的思考。因为很多人都说啊，现在的社会日新月异，早就没有什么可以改变人类的事情了。但是真是这样吗？一个小小的瓶装水，把它搞混就已经难倒了我们。第二，不妄自菲薄。每个人请给自己一点信心。很多人在一开始的时候，他就会觉得我的这个也许不能成功，我的这个提出是不是会被别人笑话？当你有这样的想法时候，也许你就注定不能成功。第三，失败了又能怎么样呢？很多人害怕我辛辛苦苦做出来的东西最后是个失败品。可是大家想想，即使失败了，我们最坏又有什么结果呢？无非就是维持现状。但是我们一旦成功，就会怎么样？就会让许多人受益，甚至改变整个世界。
最后，我想送大家一句话：在生命的每个阶段，请大家都不要忘了那个曾经的梦想，那个追求理想、追求改变、勇往直前的梦想。谢谢大家。